大家好，我是罗乙，欢迎来到罗乙时间。这里是生命与 DNA 科学系列节目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分享探讨，来认识 DNA， 认识生命。上2集我们分享了什么是 DNA 编码如何进入人体。这一集我们要探讨 DNA 编码信息与人体的关系。这3个要点是了解 DNA 亲子鉴定的必要前提。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，是生命科学最重要的成果。人和一切生物都是 DNA 编码构建而成。一切生命的信息都是 A、T、C、G 这4个 DNA 编码承载并传递，这都是可见的科学事实。在人体60万亿细胞中，几乎每一个细胞中都有这样的60亿 DNA 编码。人体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。DNA 编码是由精子和卵子负责输入和输出的，这都是简单可见的事实。虽然 DNA 编码承载传递生命的遗传信息是一个科学事实，但把人体或说肉体和信息连在一起思考，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令人兴奋的是，在认识生命遗传信息上，最普及的计算机技术可以作为借鉴。因为在当今世界上，唯有计算机学科有着系统的编码理论和丰富的实践，唯有数码科学和 DNA 编码的工作是最相近的学科。虽然 DNA 编码信息的传递远比计算机数码技术复杂，但借助计算机技术入门来理解生命信息的传递，却是最佳的，也是唯一的选择。编码和信息之间，以及信息和人体之间的关系，如果不借鉴计算机的编码理论，就无法理解编码与人的关系，信息与人体的关系，更难理解为什么人是编码编出来的呢？编码怎么可以追寻我们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？ DNA 编码是硬体，又是软体。每一条染色体和线粒体都是一个完整的编码序列，都是一个超微型又超大功能的计算机。和计算机不同的是，计算机里面只会产生软体，而它们既产生软体，又产生硬体。例如，在指挥细胞分化的过程中，产生了不同的功能细胞，如肝细胞、神经细胞、皮肤细胞、骨细胞、眼睛细胞等等等等。但不同功能的细胞中，23对染色体、60亿的 DNA 编码却没有改变。也就是说，在指挥产生不同功能的细胞的同时，还要复制出相同的60亿 DNA 编码。功能细胞改变了，编码却没有变。那么指挥、产生、执行，还有各器官相互配合等等等等，这些工作都是由24条染色体和线粒体这25台超功能的计算机合作完成的。
其复杂性、严格性以及工作的原理十分类似，却又远远超过了当今最先进的数码技术。DNA 编码传递信息虽然很像数码科技，却远远高于数码科技，因为 DNA 还能自己复制软体，自己产生硬体，自己指挥硬体。DNA 是信息的载体，又是产生者、复制者、传递者，这一切都包含在针尖大的空间里面。如果以计算机为参数体系看， DNA 形成的计算机体系功能涵括了计算机零件制造、整体装配和软件配置的全部领域。也就是说，集英戴尔、IBM 和微软的全部业务，自行装配一个完美的机体，我们人体，而不需要任何员工。这一切的奥秘都来自2个字：信息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 U 盘只值几块钱，但是装进了国防机密就价值连城。因为 U 盘本身不值钱，里面的信息才有价值。同样，一个受精卵细胞只有针尖大，如果从物质的角度看，它真的不算什么，但是里面的60亿 DNA 编码序列就是价值连城的信息。因为这一个受精卵细胞里面的60亿编码信息就包含了一个完整人的全部信息，它就是一个新生命，一个完整的生命。就你拿我自己为例好了，当初我还是在受精卵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如果把我放在一个白人的子宫中，或者是黑人的子宫中去代孕，生出来的仍然是我。代孕者的血液、代孕者的 DNA 信息和我没有发生交集，完全没有关系。因为在这个受精卵细胞里面有了完整的信息，它不需要其他的外来的信息再来进来，它不需要了，它就是完整的一个新生命。是信息让一个受精卵的细胞生长成一个完整的人。请看小节